大家好，又到了 Blender 的学习时间。今天我们来用 Blender 来制作像这样的流线型建筑啊。然后呢，这是我刚渲染出来的，用 Cycles 渲染。如果想找到我的账户里关于建筑的教程，大家在 B 站点击我的人像，进入主页，点选合集和类就表61。这里呢，前面的合集文件夹包括基础教程包括虚幻引擎5以及虚幻的 Twinmotion 教程 ，OK， 以及 Blender 的基础教程啊。然后从第2页开始都是文件夹，可以跟大家说啊，假如虚幻引擎5啊，点击这个侯庙，这样的话，所有侯庙的这个虚幻引擎5的基础教程就都在里面了啊。然后呢，从第2页开始就是以 Blender 的各种分类的教程。总有你找到你喜欢的 ，OK。然后呢，在第3页啊，当然也有可能是在别的页了，因为，它会如果有教程的话，它会提前的啊。然后呢，在这第2到第4页之间，大家找一个叫做建筑教程的。那之前用 Blender 做的各种建筑教程，包括埃及金字塔啊，怎么做的啊，我都在里面。简单的、难的都有，包括中国的长城 ，OK， 都跟大家教会了大家如何制作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就开始做这个流线型的建筑。好，我们先存盘，然后呢，进入一个新的文件 ，X 键把这个立方体删掉。一想到流线型，肯定跟曲线分不开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在 Curve， 我们先加一个 Curve 的 Path 路径。OK， 如果你找不到这个的话啊，找不到这个curve 曲线路这是曲线啊 ，curve path 是路径的话，你就在 Edit Preferences 喜好设置，在 Add-ons 插件一个叫做Extra Object 啊 ，Extra Object， 大家搜索 Extra 就能找到curve Extra Object 啊，大家把它勾选是 Blender 自带的插件 ，OK。好，我们现在加了这个 Path 的时候。我们进入编辑模式下，大家可以看见它有这几个点。我们数字一键啊，小键盘数字一键，这样看呢，你就可以看它有几个点，对吧？我们先圈选中间这个点，然后用移动工具把它上移，这样可以看见这个圈它的这个幅度，这个线。就出来了。我们在 Object Mode 看是这样的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希望它这里还有一点长度啊，左右两边。所以呢，我们跟着我们还是数字一键看啊，鼠标左键把这个手它拉下来一点，然后呢，现在呢，我们鼠标左键在这穿选下面这4个点，而上面这个点不选 ，OK。然后呢，鼠标右键。这里呢会有很多，这里也有细分，但是我们选的是上面这里这个细分。这样的话，这里是不是多出了2个点，对吧？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把这左右2个点稍微移一下，分开移一下啊。当然，这就是说，然后呢，如果你还想再细分的话，这里细分多一点啊。我们这样圈，我们呢跟着就选这3个点，中间和左右2个点 ，OK， 再选左手序键，右手鼠标左键也可以这样补选 ，OK， 又是鼠标右键再细分，再细分多一次，在上面subdivide，OK， 这样的话它这里又多出2个点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再选这边左手序键，右手鼠标左键，把这边2个点都选了啊。然后我们用伸缩工具把它沿着横轴往外推啊。好，然后呢，可以看见这个是这个样子的啊，比较尖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时候把伸缩工具可以关掉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先选最顶上这个啊，用移动工具把它下移。让它圆形一点啊，当然也把这2个选一下，然后呢，用伸缩工具让它沿着变圆 ，OK， 这样的话呢就能变圆了。好，如果不够，再把这2个再选，然后伸缩工具沿着横轴外推，
好了，那这个圈儿，这个曲线呢，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，就是我们大概要的样子。OK， 搞完了以后，你就可以先把它给存盘。好，先把它存盘。我们先存在一个地方，我们改成 building，OK， 就建筑的一个先存盘啊。存盘了以后，我们给它加一个队列修改器 array 修改器，也就这样。这样的话呢，它自动有2个啊。我们要让它有8个，6、7、8个，好，就成这样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把它变最小化，我们再加一个 simple default 修改器 ，simple default 修改器是简易形变修改器，中文叫做 OK。然后呢，让它 bend 就是弯曲 ，angle 就是角度，让它弯成360度。然后沿着 Z 轴弯360度，那样的话，它就成了一个像皇冠一样的圈儿，对吧？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加一个 plane 了，啊，这个 plane 很小，在这儿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用编辑模式，啊，编辑模式进入选伸缩工具，让它扁一点儿 ，OK？ 这里长一点没问题，但是一定要扁儿啊 ，OK？ 然后回到物体模式下，啊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把它右移，然后鼠标右键 Convert to Curve， 让它也变成曲线。这样的话，它中间就没有面了啊。跟着我们再选这个主体，进入这个曲线的一个编辑器，然后在 Geometry 几何下面有个 Bevel 倒角，然后呢，我们这里选 Object， 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 Plane 给选上 Object 里面。这样的话，你是不是看见这里就出来了？但是呢，它还太厚了，对吧？你有点觉得它太厚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让它变细一点，而且呢，我想让它这里更圆一点，对吧？这个顶上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东西进入编辑模式下，再圈选一下这一点，然后再用移动工具把它下移，让它变圆 ，OK。好，然后再把这2个边不选那个中间这个了啊，然后呢再往下移一点，看看往上或者是往下或者是左右伸缩工具往右一点，让它变圆一点。好，这样就变圆了，对吧？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回到物体模式下，再选回这个 Plane， 然后回到编辑模式，然后让它就是这里我们要扁一点，所以呢，把它绿轴往内缩，你看这就扁了，对吧？这就扁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如果你觉得这个有点我们回到物体模式下如果觉得这个还不够圆，那你就像刚才那样子进入编辑模式下，对吧？然后稍微再选回中间这个点，用移动工具往上移一点你一移一个，其他都会同时变。好，现在呢，这里呢，我们就做的七七八八了，对吧？做的七七八八了，我们就可以因为呢，它好像看起来还是不是那么顺畅，是吧？我们回到修改器这里，给它加一个细分修改器 Subdivision Surface， 然后呢 Viewport 变成2，好，它就更加圆滑了，对吧？好，跟着呢，我们就可以Shift加 D 多一个它，伸缩工具等距离沿着白轴这里往内缩，这样的话它就在里面了，对不对？或者说我们Shift加 D 多一个它，这出来一个一个2个，这个呢3个，已经有3个了。第二个我们可以伸缩工具等距离缩小，是吧？看到了，成这样是吧？然后呢，再把第3个也是伸缩工具等距离缩小 ，OK， 就变成这样。当然，你可以把它往那边推这个往这边推，然后呢，第2个也是可以
在顶上看啊，往那边推，这样的话它就一格一格的下来啊。你是这样，这就出来了。好，修成了不同的这种形状。当然你还可以，如果想让它再高一点，我们用伸缩工具，OK， 这个高一点，然后呢到第二个再沿着这个蓝轴再走啊，往高一点，然后到2啊，就一层层，这样就高上去了，对吧？好，跟着我们到摄像头，点击摄像头 ，N 键出侧面栏 ，LNN 的 N， 这里呢是 Viewport 啊，勾选 Camera to View， 鼠标滚轮中间就可以摁住它，你可以选择你需要觉得好看的一个角度，然后滚轮让它放大，然后呢，如果这个偏上了怎么办？点击 Camera， 这里点击摄像头，鼠标左键 Shift Y 就可以上下移，Shift X 就是左右移。OK， 你还可以滚轮再放大，再往下移。OK， 好，现在呢，基本上这里就做出来了。我们可以勾选关掉，按键进侧面栏，跟着我们添加一个 Plane， 一个大 Plane 啊，然后呢，同样的伸缩工具把它放到最大。可以再度按键出侧面栏，再度用滚轮让它摆到这儿啊，有个 D 可以给它。OK， 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这里就基本上出了七七八八，勾选关掉，按键进侧面栏啊。这个 Plane 呢，我们再大一点，好，伸缩工具放大。跟着呢，别忘了做这么辛苦，一定要先存盘啊。跟着呢，到背景，世界背景，点击 Color， 进入 Environment Texture， 然后 Open。然后呢，就把你电脑里的 3D 这种 HDRI-heaven.com 这个网站给它背景啊，在这 polyheaven.com 也叫啊，然后呢直接进 HDRIS 就能找到很多立体背景，你就可以随便选一个，然后呢点击下载，就会有一个 HDR 或者 EXR 点 HDR 或者点 EXR 为尾缀的文件啊。那我呢已经把它存在了我的某个文件某个地方。那我现在呢，再把它调出来，就非常方便用上。OK， 好，这次我用的 The Sky is on fire， 因为它背景就是很多楼房。然后在这里以后，我们选 Viewport Shading。OK，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了。然后还有这个材质，给它一个啊，你可以给它一个浅一点紫色，稍微浅一点紫色的一个啊，然后呢，这些都选这个材质，这3个啊，分别都选这个材质，哎，选错了，选这个材质啊，然后它的颜色就可以出来了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啊，跟着呢，我们到外面啊，用 EV 来渲染，或者用 Cycles 来渲染，这都随你。GPU compute， 然后为了渲染更快一点，我们这里改成128 OK， 然后呢你就可以再度把它存盘，然后 render 一张 image 来看看这个效果。然后我的这个课程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观看。好，然后呢这里可以了，然后等到这个 save 这里变白而不是变灰，你就可以真的把它给存盘了啊。好，现在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因为它的背景是有的，所以不是 PNG 是 JPEG， 然后在这起个名字，然后就存盘 Save as Image 就 OK 了，好吧？然后这个课程呢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观看。请喜欢这个课程的朋友给我个点赞，或者订阅我的频道，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愉快一天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